人兔大战持续了150年，澳大利亚最后完败，并且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100亿只兔子真的吃不完啊！澳大利亚本来就没有兔子，但在1859年的时候，一位农场主托马斯·奥斯汀就从老家英国弄来了24只雪兔、5只野兔，为了自己狩猎用啊。那没想到到了1926年，这29只兔子就繁衍到了惊人的100亿只，迅速占领了整个澳洲。在这期间，澳大利亚多次对兔子发起了战争，无所不用其极，但最终都宣告了失败。那至今兔子依旧是澳大利亚的噩梦啊！澳大利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四面环海，与其他大陆隔绝了有几千万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有它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它里面的动物都保留了哺乳动物最原始的一个特征——育儿带。育儿带是早期哺乳动物进化出来的一个特征。当时这种哺乳动物在全球各个大陆都有分布，但在白垩纪的晚期，哺乳动物中又出现了一种更为高等的真兽类，也就是有胎盘类的哺乳动物。它们的幼崽在出生以后，相对有袋类动物的幼崽来说，就发育的更加成熟。而有袋类动物的幼崽都属于早产儿，它们必须躲在妈妈的这个袋里哺乳啊，所以更为高等和先进的真兽类就逐渐取代了其他大陆的这个有袋类。澳大利亚这块大陆和其他大陆在真兽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分开了，所以澳洲就成为了有袋类动物的天下，并且它们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态圈啊。那这样的独特就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在面临外来物种的时候，尤其是其他大陆的真兽类哺乳动物，那么澳洲的生态系统就显得非常的脆弱。所以当这些兔子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就跟去了天堂一样啊。首先，澳大利亚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它们的土质疏松，非常的适合挖洞。那么其次就是澳洲有袋类动物个个都显得非常的笨拙啊，甚至连食肉动物在兔子的面前都显得有点跟不上人家的节奏。兔子就非常的灵活，它的弹跳力、奔跑速度完虐有袋类动物，因此在食物充沛、气候适宜、没有天敌的环境下，兔子就可以放开的繁殖了，对吧？那最后更为重要的就是这兔子完全就是一个生育机器，它们的2个子宫可以轮番上阵，1年可以生6胎，每次可以生4只幼崽而且它们的幼崽只需要6个月就可以结婚生子了。有袋类动物的幼崽，比如袋鼠，在出生200天以后才愿意离开妈妈的袋子去外面活动。兔子人家的孙子都要快生孩子了啊！所以繁殖速度的差异就导致了兔子在澳大利亚像是疯了一样在增长啊。那么到了1861年，也就1年多的时间啊，兔子的数量就已经增加到了数千只。可以看出，在这1年的时间内，它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繁殖后代。到了1871年，在奥斯汀去世的时候，兔子的数量就已经飙升到了数千万，并且以每年130公里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到了1926年，仅用了70年的时间，全澳洲的兔子数量就已经增长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00亿只。那个时候全球的人口才不过20多亿啊，所以当时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兔子星球。那么更加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这些兔子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成群结队的兔子像啃食青草的机器一样扫荡着草原。那么这些草都是当地人畜牧的牧草，那么10只兔子就能干掉1只羊的口粮啊。当然，兔子的泛滥也给当地的其他有袋类食草动物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除此之外，兔子还把草原掏的是坑坑洼洼的，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因为这些兔子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万，这彻底就把澳大利亚人给惹怒了。1887年，人兔大战正式开始，当地下令全民开启捕杀兔子的模式，每年至少要灭掉200万只兔子啊，这是硬指标。这段时间，澳洲人民过得还是挺幸福的。就是说，在食物匮乏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馈赠，兔肉还有皮毛，那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每年100万只的捕杀速度根本就赶不上兔子的繁殖速度，对兔子来说，这影响不到他们的扩张之路啊。1901年，情急之下的澳大利亚人为了防止兔子向西进发，建造了一个长达1500公里的防兔围栏，以保护西澳大利亚的牧场。但他们可能忘了，这兔子非常擅长打洞啊，所以这根本就拦不住兔子，西澳大利亚也就沦陷了。为此，他们又想到了一个馊主意，专门引进了兔子的天敌狐狸啊。但是很快就发现，狐狸在来到澳洲以后，它就不吃兔子了，它们更喜欢吃那些食草的有袋类动物，因为狐狸多狡猾呀，这很明显兔子跑得快，根本就不好抓。那些呆萌的有袋类一抓一个准啊，所以引进天敌根本就行不通，还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经过长达50年的研究，生物学家就开发出了专门针对兔子的一种病毒——多发性粘液瘤啊。这种病毒可以靠苍蝇还有蚊子传播。这种病毒在释放的初期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兔子的数量被控制在了1亿只以下。但是如此大的种群，如此快的繁殖速度，基因突变的几率不仅高而且快啊！兔子很快就免疫了这种病毒。
但澳大利亚并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用各种生物手段来控制兔子的数量。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局面出现了逆转，人们发现了一种叫兔子出血性疾病的病毒，这种病毒会导致兔子的死亡率超过70%。从20世纪的90年代到21世纪初，兔子出血性疾病像野火一样在澳大利亚的兔子种群中蔓延，急剧减少了当地兔子的数量。那么同样的，在多代繁殖之后，部分兔子依旧免疫了这种病毒。那么人类现在只能通过生物手段继续引进新的病毒来控制兔子的数量，但是无法做到使它们彻底的在澳洲的土地上消失啊。那么目前在澳洲的土地上依旧有大约8亿只兔子在游荡，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了那里的长期住户。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兔子在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凶猛，就没有泛滥成这个样子啊？因为只要兔子在其他地方是生态链的一部分，它们就不可能泛滥的。因为天敌对它们有绝对的压制作用，只要它们的数量增加，那么天敌的伙食就会改善，当然天敌的数量也会增加，所以兔子就泛滥不起来。还有就是在正常的生态下，再加上人类的捕杀，不仅兔子没有办法泛滥，还会导致它们的数量减少的影响生态平衡。那么以前我们经常会在地里看见野兔，但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兔子的身影了，对吧？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脸蓝科学，脸蓝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